F-35隐身战机带弹在乌克兰边境巡逻挑衅，声称俄罗斯没有合格的无代机，中国的歼20才够资格。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近日，美国佛蒙特州空军国民警卫队的2架 F-35A 隐身战斗机降落在北马其顿斯科普里市附近的彼得罗维茨军用机场。这2架 F-35A 携带了 AIM-120中距空导弹，表达了要与俄罗斯空天军隔空较阵的意思。北马其顿位于欧洲的东南部，是针对在乌克兰作战的俄军的理想地点。美国国民警卫队空军第134战斗机中队的约翰·麦克雷中校在谈到部署时说，正是由于北马其顿是北约的盟友，我们可以分享 F-35快速部署所带来的安全。美国军事观察家网站评论称， F-35是全球仅有的2种正在量产的5代战斗机之一，与中国的歼20一起，能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中队级的实战部署。相比较而言，俄罗斯的苏57是一个失败的产品。俄罗斯空天军将苏35和 S-400从远东地区重新部署到白俄罗斯。俄罗斯人坚称，苏35使用 L 波段雷达和雪豹 E 雷达，是专门为对抗隐身目标而开发的，而 S-400也是为了提供反隐身能力而研制的。这2种武器都在乌克兰战场上与敌机进行了首次战斗。美国的媒体称， F-35尽管有800多个缺陷以及其他的问题，远未做好进行高强度战斗的准备，但是单依靠其隐身性能和态势感知能力，就可以对俄罗斯的战机构成非对称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能够应对 F-35威胁的只有中国全面量产的歼20战斗机。这2者是仅有的正在生产的2款成功的5代机型号。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军人为什么认定 F-35仅仅依赖其隐身性能和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就足以对抗苏35和苏57呢？可以这么讲，在4代机或者是美国人所声称的5代机的战术技术指标中，有4个非常关键的指标，那就是隐身、超音速巡航、高机动和高态势感知能力。而排在前2位的应该是隐身和高态势感知能力。在这方面， F-35可以说不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和高机动性能，但是它的态势感知能力和隐身性能还是相当优秀的，明显的超过苏57。那么未来的空战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目前虽然有争议，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在信息化作战的条件下，尽早发现对手而不被对手所发现，可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的一点。而隐身性能和优异的态势感知能力恐怕会对最终的作战结果造成极重要的影响。而苏57战机虽然也号称是4代机，但是它的隐身性能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美国的 F-35相比呢，它的雷达反射截面要大一些。另外，它缺乏综合的光电孔径系统，因此在360度环视战场的情况下，它是有缺失的。那么再加上预警机的加持，很可能在较远距离内 F-35发现了苏57，而苏57没有发现 F-35。当然，双方如果到了近距格斗状态下，苏57可是有绝对优势的，因为苏57的机动性要比 F-35强。那么从这2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苏57的设计重点和 F-35的设计重点是不一样的。哪个设计重点更重要？可以说，通过目前的演习演练可以看出来，隐身和态势感知能力可能会排在第1、第2位。这个呢，对苏57应该说是不利的。但是空中战场的态势是千变万化的，尽管 F-35在隐身性能方面和态势感知能力方面拥有优势，但是也不要忽略了苏57它本身的能力。一个航程远，
第二个，机动性好；第三，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比较远。那么相比于 F-35的雷达，在远程探测能力方面，苏577可能有一定的优势。那么一个雷达探测距离远，一个雷达隐身性能好，谁占优呢？没有在战场上真正较量，恐怕目前谁也说不清楚。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